安理会会议上，印度再次禁言了巴基斯坦。带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印度真想入场的话，他会怎么折腾？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巴基斯坦《黎明报》17号的报道，印度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公然是利用职务之便拒绝了巴基斯坦和伊朗参加本次阿富汗问题的紧急会议。这也是印度在8月期间第2次阻止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了。事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对此表示了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在会后发布了一系列推文，说在阿富汗命运走向关键的时刻，印度的派性意识和蓄意阻挠行为不断把安理会这个多边平台政治化，充分说明了他们对阿富汗和该地区的意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也说这个问题了。他说，刚才不少成员国发言中提到，希望阿富汗的邻国和地区大国发挥更大作用。据了解，一些阿富汗邻国和地区国家提出了参加今天会议的请求，很遗憾，他们的请求未被允许。谁呀？不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吗？而与此同时，印度又邀请了现在已经被推翻的阿富汗原来政权的代表在安理会发言，这个就让巴基斯坦更加的不爽了。印度人这么干给人感觉就是过于幼稚。第一，印度这么做是因为他的私心，这个态度大家都清楚。因为他现在宣布了坚决只承认原来那个阿富汗政府，摆出了一副和实际社会跟现实死磕到底的架势。但是这种坚持就一定能够让印度获得好结果吗？美国在阿富汗投入这么多，花了这么长时间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印度能怎么投入，能做多少？你要往那个地方填多少钱，派多少兵？还是你打算派20万大军打穿巴基斯坦一路冲过去吗？所以在安理会上发脾气，耍这些小把戏，对印度的利益根本来讲就是无用功。第二，巴基斯坦、伊朗这都是阿富汗的邻国，对阿富汗局势发展都有重要作用，而印度自己才不是阿富汗邻国，所以印度激化和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对印度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各国在阿富汗的利益至少已经得到了现在喀布尔方面的安全承诺。那么印度如果不折腾的话，也许在阿富汗的利益还能得以保证，但是现在这么去激化矛盾的话，很有可能反而让自己直接出局。至于说得罪伊朗就更加莫名其妙了，因为印度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可以因为一些个历史因素相互靠拢的，所以得罪谁你也不应该得罪伊朗去。第三，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他的任务应该是主持安理会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与安理会成员国以及其他希望就有关事务提交安理会讨论的这个联合国成员进行磋商，代表安理会向媒体发表谈话，以及传达安理会全体成员就某一问题达成的共识，再加上在专门会议上或者是研讨会上代表安理会发言。这是一个公共的职务，是替整个安理会主持工作搞联络的，不是让你当一个月皇帝公器私用的。以印度这种表现，很容易让别的国家怀疑，如果你印度真成了常任理事国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无理取闹，而且难以约束？印度一直很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个门槛它就一直迈不过去。为什么？早该想一想了。原来有个传说说5大这个常任理事国轮流会否决印度，其实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连这个否决这一步印度都没到过。历史上这么多国家口口声声说声称支持印度入常，但实际上到哪一步呢？就连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第一步拿到2/3的支持票他都拿不到。其实印度之所以像今天这样一直幻想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成为不了，只能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就是因为它不缺少决心，不缺少努力，但它永远只缺少2个字，就是靠谱。好，关于印度这次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表现和他的小态度，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次再说。